你们看财报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卡在一个点，就是公司说自己赚很多钱，可是你打开报表，满满的都是数字，完全不知道从哪边看起。今天这支影片，我是用最白话，不需要会计背景的方式，带你们用很快的速度来看懂一张损益表，公司钱怎么赚，钱花到哪里，最后剩下多少。看完你就会知道该抓哪几行数字当重点，才不会被漂亮的净利数字给骗走。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2月22号周日的上午11点20分。我在开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会调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看，我会询问观众可不可以看懂这个财务报表。其实蛮多的观众其实是看不懂这个三大报表，就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还有现金流量表。这张表是代表什么？这是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其实他们是看不太懂。那我想要就用这节的时间，先跟各位分享一张最重要的报表，那就是损益表。好，先用一句话解释损益表，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公司赚进来多少钱，花掉多少钱，剩下多少钱。他回答不是公司有多少资产，也不是公司账上有多少现金，他表达就是这家公司在一段区间，这一季或者这一年，他有没有赚钱啊？他钱是怎么赚的？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各位讲，因为我观众大部分都是投资台股，台股的财报公布日，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 Q1，就是1月1号到3月31号的那个财报要在5月15号前公布，那 Q2 就是要在8月14号前公布 ，Q3 要在11月14号前公布，那 Q4 要在次年的3月31号公布，这4个时间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营收4月的10号前，当然都可以提前，但是千万不能延后，这个4个时间点大家要先抓到，才方便去看财报。很多人觉得损益表很可怕，因为它看起来有一大堆项目，但其实你只要记得它的股价就像一条线路直接往下，那从上到下依序就是营收扣掉成本会变成毛利，那毛利再扣掉费用会变成营业利益，接着再加上那些业外收支项目会变成税前净利，最后再扣掉税就变成税后净利，所以这整条思路就是从上到下就是长这样，所以你只要照这个顺序来看，基本上你就不会迷路了。那至于财报去哪边看，我以前影片应该有讲过，就是我习惯用的还是这个 Good Info 这个网站，台股他们都是用这个网站去看财报的。那你先到这个 Good Info 这个网站里面，上面可以输入你要查看财务报表的公司，像我就先输入2330。那你看最左边有一个财务报表啊，里面就有这些财务报表可以看。那其中我们今天讲这几是什么？是损益表，那你就点损益表 ，OK， 那你就会到这个页面。好，那上面可以去选这个财报的区间，他们都选的都是合并报表的近四季，我都看近四季就是 TTM， 假如它现在是 Q2 是 Q2、Q1， 去年的 Q4， 还有去年的 Q3， 这样加起来就是一个近四季的财务报表的累积。好，那财务报表要怎么看？可以先看到刚刚讲那几个项目，首先第一个要先看营业收入，这家公司产品卖那些服务啊会拿到那些钱，扣掉营业成本会变成什么？毛利。营业收入就是红色框框，那营业毛利就是这个咖啡色的框框，再扣掉一些什么巴拉巴拉的费用，就变成营业利益就是这个蓝色框框。那接下来下面这里就是业外损益的合计，就在这个粉红色的框框。业外损益、营业利益再加减业外损益，就会得到税前净利，再扣掉一些什么税，这也就会变成税后净利。所以大家看损益表的时候呢，先把这几个项目给标起来，重点先看这几个项目，看有没有哪一些大的变动，我们再去细看那些子项目。好，接下来我要讲就是我看损益表会先看的4个关键数字，就在这个本业获利里面。第一个我会看这个营业收入，就是 revenue 或是叫 sales， 它代表是这家公司靠本业卖东西或者提供服务，总共收进来多少钱。它通常在财报最上面。通常我会看2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营收有没有成长，还有营收成长的品质好不好。营收成长代表什么？代表这家公司可以把它的业务做得越来越大。那营收成长的品质，大家就要小心了。有些公司的营收并高可能是靠什么并购，或是靠什么大折扣、大促销换来的，那这种往往都是不能持续的，这种就要特别的小心。那第二个我会看就是营业成本，英文叫做 Cost of Goods Sold， 或是简称 COGS， 这跟销售直接相关的那些成本，就是你多卖一份产品就必须要发生的成本。例如是卖饮料的，你多卖一杯饮料，你就要多一个杯子、多一个吸管、多一个包材，那这种就是营业成本。那第三个就是营业毛利，就是 Gross Profit。那营业毛利的公式很简单，刚刚讲就是营业收入减掉营业成本。那这个营业毛利，它通常是一个判断同业赚钱能力的指标。记得我刚刚讲的是同业，不同行业别的公司不能用营业毛利再互相比的。那营业毛利我通常看就是毛利率，不同公司的毛利率不能一起比。为什么？你说 Costco 的毛利率跟一些卖软体 Microsoft 的毛利率可以一起比吗？不行，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不一样，所以要尽量去跟同业去比，营业毛利
去比较才会是有意义的。那毛利就是判断公司赚钱能力的指标，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毛利率能不能维持或是改善。要是维持或是有改善，再加上营业收入的增长，基本面就代表走得很好，那就会股价就会上升。那第四个我会看营业利益，英文叫做 operating income。它代表的是什么？毛利再扣掉营业费用，还剩下多少？那这一行就非常重要了。我通常一定要找这一行是大于零的，为什么？因为这行小于零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家公司的本业是亏钱的。我的投资逻辑，我还是会喜欢投资已经赚钱的公司，那未来可以赚得更多。那有些人投资逻辑是投资亏的公司，让他之后可以转亏为盈，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投资理念。我喜欢投资已经赚钱之后可以赚更多，为什么？因为这也可以防止我看错嘛，对不对？假如那家公司就一直一蹶不振了，那所以这个就非常危险的。这边要分享一个新手容易混淆的一个点，那就是成本跟费用是不同的。刚刚讲什么？成本是因为卖出产品会产生的那一些支出，刚刚讲了卖饮料、杯子、吸管这些东西就是成本，但是费用是为了让公司运作，为了把产品卖出去或者未来的成长而花的那些钱。通常哪一些？通常是推广员，推就是推销，为了把这个产品推销出去。那管理就是管理员工，管理一些仓储，还有一个就是研发，就是公司为了开发更好产品所投入的这些费用。那三个费用要特别小心了。如果这家公司的营收没有跟着这个费用一起上升，那其实这家公司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它会间接的把你的营业利益给吃掉。假如一家公司营收一直平平的，但它一直去花很多钱在推销它的产品，一直在花更多钱要管理它的人，或是研发更多东西，但都没有研发出来啊，那这家公司基本上它的营业利益就会慢慢的走亏，所以这种公司就要特别的小心。再讲几个会影响最后净利，但不一定是跟本业有关的这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利息费用，如果在 Grow Info 里面通常标的就是财务成本，它代表是什么？代表是负债如果负债高、杠杆高的公司，利息支出可能会把这个公司的获利给压下来，所以会渐渐影响到那个税前净利。那第二个就是业外损益，有人叫营业外收支，英文叫做 Other Income。它代表不是本业赚到的钱，可能是一些投资收益，或是卖掉土地、厂房这种一次性收入。那意外损益也有可能让当期的净利变好看，但通常的延续性比较差，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不要被这个业外损益给误导了。那最后就是税前净利跟税后净利了。那税前净利刚刚讲，营业利益加上业外损益就会是税前净利，那最后再扣掉一个所得税，就会变成税后净利。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把整个损益表串起来，你可以记一下这个公式，那就是税后净利会等于总收入减掉总支出，再减掉所得税。损益表看起来很复杂，是因为它把总收入和总支出都塞得非常的细，但只要记录赚的减掉花的，最后剩下就是利润。那我们要怎么用损益表来看一家公司好不好？我的建议不要一开始就要把每一行都看懂，就是先看趋势。第一个就是营收的趋势是稳定成长还是大起大落，或者第二个要看的是毛利率的趋势，长期是往上还是往下，还是一直被挤压。第三个要看的是营业利益率的趋势，因为它代表是本业赚钱能力。第四个要看的就是 EPS， 也就是每股盈余，因为最后赚到的钱换算到每一股才好跟那个股价跟股利去做比较。那 EPS 在这个 Good Info 的损益表，通常可以看最下面这个每股税后盈余元。那你看这家公司台积电，它是逐年 EPS 都有逐渐变高，代表这家公司它的 EPS 是逐渐上升的。接着你在看损益表的时候，你也可以再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收入的品质，这收入本业的常态是一个可持续的还是一次性的，这就非常重要了。那第二个，这个营运的效率，获利增加的时候，它的成本费用是不是也跟着爆冲？爆冲，那这样就是不好的。那第三个就是成本的结构，它主要成本是被原物料、人力、行销还是一些资本投入给影响。第四个，这个成本的品质，钱是不是花到正确的地方？例如它的研发、扩张或是建立护城河，而不是乱砍或是乱花。那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单看损益表是不够的，因为损益表代表就是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而已，它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这家公司有没有真的收到钱，有没有真的收到现金，那这就要搭配一些资产负债表或是现金流量表去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读财报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先找出变动最大的数字，不管是在财报上面的数字，或者算出来那些比率，要是跟去年的同期差很多，那你就要停下来问，为什么这家公司在转型嘛，或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通常一家经营良好的公司都会在财报的附注或是管理层说明里面交代这个原因，就是一些 earning call， 他会说，为什么它这个比率变动很大？如果你真的要看懂一家公司，不能只看数字，还要看懂那些数字背后的故事，那就要大家去从财报那些附注，或是去法说会看那些 earning call 去看到了。好，那最后总结一下，损益表看的是钱怎么赚、怎么花，最后剩多少。所以你下次在看财报的时候，一定要先抓营收、毛利、营业利益还有 EPS 的长期趋势，再回头看那些数字或是比率变动特别大的项目，去附注找原因，这是看损益表最快的一个方式。
如果各位还是有不懂，也可以来我的直播询问。我现在直播的时间会是在每周三跟每周日的晚上8点45分，我会开直播。如果大家想要看哪些公司的财报或者损益表，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我的直播观看，或请我帮你看。好，那这集就讲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将来银行又来了，2026第一季，你只要用我的专属邀请码8CGDS 完成开立将来银行的存款账户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200块新台币。而且将来银行是纯网银哦，你完全不用临柜，只要线上点一点就好了。更扯的是，你只要在第一季用他们的千账金融卡、大江卡或是江卡刷满8000块的话，他就直接送你一个20寸的迪士尼行李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将来银行第一季的权益，可以参考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会详细解释将来银行有哪一些好处。还没有存网银的，赶快把握这次机会。